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乡村美食节。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购买压面机，也就是面条机需要注意的事项。这台压面机可以说是一个老演员了，在我视频里面出镜的次数比我出镜的次数都要多。这台压面机是我刚刚买的，还没有用。今天我就用这2台压面机跟你们解释一下购买压面机需要注意哪些事项，以及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新的，把它给换掉。我先来说一下为什么要换掉它。它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它的底部这个刮刀是铁的，当我们的面水分过大，就是面太软的时候，压了之后它会生锈，包括夏天空气潮湿的时候它也会生锈。生锈以后，这个锈的渣就会粘到我们压的面皮上，这个是让我最头疼的地方。第二个，我早就想教大家压面条了，就是因为这个面条机的滚刀生锈了，没法再压面条了，所以一直没有教大家做面条。如果重新买一个这个刀的话，也得100多块钱，所以我就想干脆买一个新的面条机算了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面条机太窄了，它的滚轮是16厘米宽，这个面条机是20型的，也就是20公分宽。它除了这个宽度，还有就是2个滚轮之间的空隙，这个空隙现在已经是调到最大了，就这么宽了。这个也是最大，可以把手伸进去。那它宽度跟这个宽度宽了有什么好处呢？比如说我们做包子馒头的时候，一次压了2斤3斤面，因为这个面条机这一个位置跟这个位置都比较窄，我们的案板如果说太短的话，我们3斤面2斤面压的时候它会拉很长，那案板短的话就不方便。那这一个的话，同样的2斤3斤，可能这么宽就压好了，这个案板的话可能要比这要长几倍。它的缺点就是对案板的长度要求就有点高。我这个压面机是在网上买的，我买的时候也看了很多款，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款呢？第一个，我就是看上它这一个功能，它的滚刀不需要取下来。我们压面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开关。我们如果说是做包子馒头，我们往上搬，它的面就从这下来；如果说我们要做面条，往下搬，它就面条就从这里下来。我就觉得一个公司能把产品设计到这么人性化，那它的其他方面肯定也不会差，这个是吸引我的最大特点。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宽度，包括缝隙的宽度，都能达到我的要求。这一款有柔面款的，有普通款的。我买的呢，这个是柔面款的。柔面款这个2个滚轮之间的缝隙是比较宽的。如果说买普通版的话，也是比较窄。它这个虽说设计是这样设计的，但是它这个滚刀还是可以取下来的。把这里松开，松开以后，它就可以拿下来了。这个做面条的滚刀一般是有3种型号，我这一种的话是同时可以做2种宽度的面条。还有一种是专用的，只做细的；还有一种滚刀是做另外2种宽度的面条。好，现在把它装上。新的面条机或者压面机上面都有很多油，所以今天我也弄了一点过期的面，把油给沾一下，顺便跟大家展示一下这2个面条机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什么区别。首先，我们先用这台新的来试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把这个搬到上面的时候，下面的滚刀是不会转的。那当我们需要压面条的时候，搬到下边，滚刀就会跟着一起转。这一点我觉得做的非常的人性化。好，把面放进去。好，现在把它调窄一点。可以看一下，这上面沾了很多油，这都是新面条机厂家防止它生锈，所以上面都会涂一层油。那新面条机买回来，我们也需要用一块面把它表面的油给沾一下。我发现这个速度比那个要快很多，这个在我们做馒头包子的时候也能节省很多时间。现在我用这台压面机再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出它们2个的区别。同一块面，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它调到最宽，压了这么长。我把这个再调最宽，这么长，看到了吗？所以说这个压面机的宽度跟它缝隙的宽度越宽越好，那我们压面的时候就会越快，而且也不会占用太长的案板，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。它中间的缝隙如果说不够宽，它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做馒头包子的时候，本来这个面皮压好之后，我是直接卷起来
出剂子的，因为这台压面机两个滚轮之间的间隙就这么宽，压出来只能卷这么大，在我出剂的时候就很不方便，因为它卷好之后太细了，所以说我每次我还要再这样折一下再卷，这样它就对我们的案板长度有要求。现在我继续用这台压面机来压面，把它的油沾干净以后，我再给大家演示用这个滚刀来出面条，怎么出2种宽度的面条。好，现在调窄一点，再次调窄。现在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面条机后面带的这一个滚轴是干嘛用的？这个功能也是非常好的。当我们压的面特别多的时候，上面装不下，那我们可以把面放到后边的案板上，然后这样给它转就可以了。它这个滚轮会自动滚。如果说像这个的话，你就没法这样做。好，现在开始出面条。压面条不是这种面，我只是用它来沾上面的油的，所以现在已经有点粘到一起了。出面条把它按下去。压宽面条的话，就是把这2个松开。好，现在就是宽面条了。如果我们要吃窄面条的话，把这2个旋钮扭紧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窄面条。因为我今天和的面太软，主要是为了沾上面的油，所以这个面条压出来的效果看上去并不是太好。下期视频真正的教大家用面条机来压面条，那样压出的面条会非常的好，就跟超市的一样。压好的面条你随便抓，它都不会粘在一起。那现在我要再掺一点干面粉，把它变硬一点，把滚刀上面的油也沾一下。当面条机的宽度够宽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之前说过的纵横交错的压面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竖着压一遍，我们压好之后再可以横着压，这样可以更快的把面压光滑，也能让面团里面的面筋组织分布的更均匀。如果用这一台压面机，因为它太窄，我们就不方便这样做。我觉得这台压面机的宽度以及它缝隙的宽度，包括它的速度，完全可以用来商用了。现在我给大家展示另一种压面的方法。这个方法不只是这一台压面机，其他的压面机也有这个功能，就是我们的面压的次数越多，它就越劲道。但是我们每一次都要用手来拿的话，会比较麻烦。我们可以把面皮压薄以后，这样，然后把它这样放上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手动管它了，它就可以自己来这样转动的来压面。如果说面特别多的话，这个方法是不适用的。只是说我们家用压面条的话，这个方法是很好用。这个是我小的时候上小学1年级就开始用的方法，那个时候都是手摇的，还没有电动的。这2台面条机的比较我已经做完了，这台面条机的油已经蘸完了，它们2个的区别你们也看出来了。那至于买什么样的，你们心里边应该有一个数了。另外跟大家再说一个，就是之前一个台湾的网友跟我说，他买的面条机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发热它就会停。这个因为我买的面条机是一直没有遇到过的，你们买的时候最好注意一下这个问题。因为家用的话转一会儿它就停的话，说实话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这一台压面机的质量肯定是没得说的，已经用了有3年多了。我从小压面机手摇的就是用的这个厂家的。在我最初卖包子的时候，也是买了一台这样的，用了大概半个月。因为我卖包子的时候是连续几个小时来压面，用了半个月电机烧了，后来就又买了这一台。这一台的话就是一直家用，用到现在是没有坏。缺点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个，所以说我把它换了。如果说你们是商用的话，我就推荐你们用这一种。这是我过年蒸馒头时的视频，这个是专门商用的，它的宽度更宽，2个滚轮之间的空隙也会更宽，转速也会更快。这2台的话，我个人推荐是这一台，但是这一台的质量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使用，我无法确定它的质量怎么样。这一台的质量是绝对没得说的啊！今天的视频总结一下，就是买面条机、压面机，质量我们是看不出来的，我们只能从它的易用性以及外观、材质、做工方面来购买。它们2个的价格的话，这一个是500左右，这一个是600左右，差100块钱。也就是说，600块钱你买一个压面机放在家里边，用上好几年，你可以用来做包子、馒头、面条，甚至是通关膜等等。后面我也会用这台压面机教大家做更多的面食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乡村美食节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